大家，我们来开拓新的版图了，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我想要来超级久的巴厘岛。我们现在呢在巴厘岛比较偏中间的乌布，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这个乌布小镇逛街。听说呢巴厘岛是一个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旅人，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旅游方式的一个岛。在这边呢，不管你是想要糗烂，还是想要去各种景点，甚至会有很多人来这边数位游牧，你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方式。然后这次呢，我们要跟着奥拓来旅游，来进行超完美的半自助之旅，让你完全不用规划行程，就可以帮你安排到好，无脑说走就走。然后这一次呢，奥拓跟我们说，他们带我们走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探索的路线，他们的行程里面有很多一般人如果是跟着一般的团不一定会去到的地方，然后是他们自己有实际去考察之后觉得很推荐，然后才带我们去的。好的，就在一瞬间之内，雨就从刚刚没下的样子变成现在这个状况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尼的雨，好吗？我们第一次来印尼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体验过，那个雨会从0到100，可能只要5秒钟就会这样。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我觉得很违反我们对巴厘岛印象。但是呢，在巴厘岛这边听说是随时都在塞车。那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呢，他说真的是会塞到怀疑人生，完全动弹不得。但是当地人就已经习惯了，他说这就是巴厘岛的日常。我们现在来到了Sayang Night Market 传统夜市，这可能是我们来巴厘岛最胆战心惊的一晚。哦，巴厘贝里。巴厘贝里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来巴厘岛呢都会肚子痛，而且是上吐下泻的程度。最不能喝的就是他们的自来水，所以来这边刷牙什么都一定要用瓶装水。但还好，奥拓的导游都会带我们去吃有挑选过的食物，减少你会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这一整趟我的肚子都一切安好。这个音乐真的很似曾相识哎。我们去清迈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曲风。做一个我们印尼人最喜欢吃的东西，对，它就是炸鸡哦，然后呢敲一下，还有个锤子哎。对，那敲一下，然后放辣椒，我们叫阿央哥，哦，看哦，小心哦。美墨炸鸡配饭，接受吧，没有到特别 juicy， 但是那个脆度还不错。然后我觉得辣酱蛮合台湾人的胃口，就是它不会过辣，还蛮爽的。这是要卷蛋，还要拿一个牙签，然后把蛋直接这样卷起来，对，然后再拿去炸，看起来超好吃。好厉害哦！里面没有包东西。但它那样卷很多卷，所以它里面吃起来是有层次，很像蛋糕那种。但是你就是会想要这样，一根一根接着一根这样，蛮刷嘴的。这个多少钱？一个1000盾，1块美金可以买15个，好便宜。好便宜。那这个呢？这个的话，刚才是17000，也是差不多1块多美金。这样吃好30几块，30几块，刚刚有1盒的那个。对。只要最后没有落塞，这 CP 值就超高。这个是 Whisky 推荐的，他说这个甜点很赞，我说它看起来像半个车轮饼的感觉。哇，好神奇的料理。Thank you，terima kasih。这个夜市是不是真的是比较当地人？比较当地的，对。就是我如果游客来，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点。对。谢谢我们的金主啊，谢谢金主。我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这一趟都没有在掏钱，都是他在掏钱啊。反正等一下后面再算了。没有，这个都已经包含在我们奥拓的行程里面了。你待会跟他学怎么讲那个“你好可爱”哦。对。然后等一下你们回去拿那个餐点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女生讲说 ，My friend has something want to tell you。要怎么说你好可爱？称赞女生。哦，就是kamu imut sekali。哇，好长哦。对。简单一点。对，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imut sekali。imut sekali。用印尼文说，我朋友有话要对你说。哦 ，teman saya mau bicara。teman saya mau bicara。你快跟他说。Tadi kita bilang kamu imut sekali gitu。解释太多了。解释太多了。imut sekali。我帮你牵红线。对啊，可爱的女生哎。还是这么严哦，完了。太。对。我们的那个半个车轮饼的甜点，上面撒花生粒，然后跟巧克力酱。20块。20块台币。这20块台币。试试看。就是车轮饼，就是你想象中的味道，它的大小蛮爽的，不会太负担。它的酱很好吃。这是刚刚买的那个可爱美女的吐司，然后中间也是包巧克力，像这样。煎的蛮脆的，这我好像觉得普通，我觉得这比较好吃。对。所以你这边来印尼的夜市，你真的可以拍100元吃到饱，没有，甚至不用50元吃到饱。我们来吃这个沙爹，印尼人最爱吃的小吃就
就是这种夜市小吃。哦，要这样勾吗？对，你可以沾，可以沾。哇，好多哦！对，就这样。哇塞，它味道蛮浓郁的。它花生不是很甜的那一种，对，就真的花生酱。它一根其实也蛮小的，吃起来也不会太负担。它其实就是烤肉酱，然后有个花生香。印尼文好吃就叫做 enak。那对 enak。40块大概8串，所以一个可能5块钱，一串这个可能5块台币这样。巴厘岛夜市的 BPM。你要加入？接入。我觉得有当地人带的巴厘岛夜市，我觉得可以给过，自己真的不敢来吃。我们刚关机了之后呢，这人刚刚讲了一句话，来，你再讲一次。说一次。他说：“你们食物中毒，我就去放假喽。”现在呢，各位是我们的自由时间，所以我们请奥托带我们来一个我们一直很想要来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迪迪巴图，然后它是乌布这边的数位游牧的聚落。对于很多来巴厘岛的人，这可能是他们非常向往的一个生活。住在这边的人可能觉得稀松平常不过的东西，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很少看到像这样的地方。它就是包含餐厅啊，然后健身房，然后还有很多的课程。在这里你可以买一个 all day pass， 然后可以待在这边。比如说你要工作啊，你要开会啊，然后你可能还在这边可以遇到其他也在创业，然后来这边数位游牧的人，然后跟他们交流。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过数位游牧这个词的话，反正就是有一群人呢，他是不需要待在办公室。简单来讲就是可以 work from home， 但是他们不 work from home， 他们 work from 巴黎。他们的办公室可以在全世界都 OK， 只要他有网络，只要他有个桌子，他就在那边工作。一进来呢，就看到一个超大游泳池，然后旁边很多人，你看有些人在看书，那有些人在耍废，然后里面那个空间呢，应该就可以让大家用电脑。我跟你讲，台湾可不可以盖这种东西？这边一定是猛男辣妹非常多的。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这边。其实其因为中有个原因阿金想，要看猛男。我看到一个 reels， 然后他就说什么，对，如果你觉得自己很 fit， 然后很健康、很壮，那你来巴厘岛看看。我们想到这个画面非常的特殊，所以我们身为 YouTuber 要来捕捉一下。健身房没有办法拍摄，但我还是会去看。所以反正没有健身房就是19万 all day， 就是一整天都可以来这边用他们的设施。含健身房的话就是31万。我们现在来体验数位游牧工作到一半，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去游泳。好累哦。你当不了数位游牧民族哎，你很废，你根本游不了一趟，你都在喊累了啊！这个废物。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游完之后有让我对这个数位游牧有再加分，因为我就觉得你就是游完泳，你其实可以穿着泳衣，然后你在那边用电脑，就仔细想想，会蛮爽的。Usually how long people stay inside? I usually stay a long time. How long did you try? Here I stay like 2 minutes. 2 minutes? Oh, that's a long time. The most harder is the first 45 seconds. After it's getting less and less and less. With this, you get your body gets stronger. You get the immunity. Yeah. It gets much stronger. You know. You always do this? Yeah. Oh. I never get sick now. Can I ask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I do real estate and hospitality. So I'm opening a restaurant in Uluwatu, for example. So now I'm working in that project, and also I have like villas and apartments. I own and I rent. So yeah, this business and mainly restaurants is my Can I ask your name? Álvaro. Álvaro. Yeah. Sofía. Mucho gusto conocerte. Un placer. And your name is? Mike. Righ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nhale, exhale. Inhale, exhale. Focus on breathing. Focus. 对，我要听。下去。 OK, going. 2分钟 ，Go. 下去，直接下去，强迫下去。I got it. 快，继续，你去体感一下。泡完冰池进烤箱真的超级舒服，而且大家都会在桑拿房里面聊天交流。之后还被一个热心的大叔直接斯巴达训练，带我完成了3分钟的冰池挑战，说这是可以让心灵平静、身体健康的方式。他都是这样训练自己的。果然来这里的都是狠人。
Yes! Well done! I don't feel anything now. My legs are numb. It's tough. My client's in Brazil. Ah, but do you do online therapy? So how is life here besides work? Perfect life. It is the blueprint of the lifestyle Blueprint? Oh, really? for me. What do you enjoy the most, like in Bali? The energy. People in Bali, friendly, very, very welcome people. You can feel this safe environment. As you said, everyone here is so Really, I feel it. 自己觉得会想要数位游牧的人，应该就是你曾经有被社会摧残过。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起来很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是在工作，就是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美好。就他一定有他辛苦的地方，只是可能也有他好的地方，就不适合每个人。那如果刚好适合你，恭喜这样。各位，话说啊，你们不要以为巴厘岛是一个很小的岛，巴厘岛其实是个超级大的岛，再加上交通的关系，所以其实譬如说你要从南部到北部，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然后每一个区域呢都有它的特色，有超多行程、超多地方都有餐厅可以去玩，所以呢，在找行程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件非常崩溃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专业的奥拓，可以帮你安排这个半自助之旅，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有很多的行程可以让你体验，但是他们又保留了自助旅行的这个自由，有很多的自由时间，而且一般的跟团，你就要跟着大部队，然后什么东西都有固定的行程，完全没有弹性空间。如果你今天想在这个地方待久一点，但也没有办法调整。这一趟来到巴厘岛，我们会有很多的自由探索时间，但同时呢，他们又给我们很多的行前攻略。那如果你真的又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呢，他们也会有个LINE群组，还有专业的导游，随时可以询问。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符合像我这样子的人，就是我有时候真的会懒得做功课，可是我又想要自由行，那我觉得澳洲就超级适合我。但是呢，只要2个人就可以成团。资讯更新，现在1人就可以成团哦。那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来这次的巴厘岛行程呢，别忘记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码，就会有优惠哦。那我们就继续这趟巴厘岛之旅吧。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圣猴森林。其实台湾人应该也对猴子非常的熟悉。之前去爬山的时候，我朋友的那个法国面包就有被偷走过，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猴子非常喜欢抢食。所以你来到这边，就是什么耳环啊、项链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拿掉了，然后也不能带什么食物或塑胶袋，他说一定会被抢走。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等下就会有非常多的猴子，超多猴子的。而且我觉得第一次有觉得猴子蛮可爱的，只要他们还没有偷我们东西之前。应该是因为那边有放很多食物，他不会抢走我的相机吧？不会，我觉得他们很忙着在吃东西，他们根本不想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不想理人的猴子。哎呀，阿金在猴界是没有魅力的。哦，OK。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要走了。他还不走。OK。这是什么土耳其冰淇淋？土耳其。快给我！猴子这边逛的差不多了，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Everything is good. Yeah, everything is good. 我们现在到的是这一趟来巴厘岛我最期待的一个住宿。哇 ！Oh my god！ 哇，这边还有泳池，所以这一整个区域都是我的。And about the dip on the pool will be 1.16 meters. Oh, I'm 155. No, it's still kidding. I'll just. A little bit. Yeah. 这个呢是这个饭店里的 Turtle House 的房型，对，因为它的外形呢长得很像 turtle， 然后这边的很多房间，它们的主题都是用不同的动物，反正都是比较大自然的东西去命名为主题。然后这个呢就是睡觉的2楼空间，这个真的是太华丽了，这就是在 IG 上有时候会滑到觉得很不真实的饭店，就是这一间。其实很少团会把这样子的住宿囊括到他们的行程里面。进来之后呢，整个都是木造的，所以你就是不穿鞋，这样踩在地上感觉超级舒服。这边1楼的空间就是有躺椅，你可以坐在这边，就是你游完泳啊，可以就在这边废。我觉得最酷的呢，就是刚刚他带我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很震惊了，就是厕所。它的厕所是完全户外的厕所。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它
还是有帘子，好吗？然后另外一个重头戏呢，一样，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直接露天在这边洗澡，因为它这个空间完全是跟其他房间是隔开，不会有人来这边，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大大方方的洗澡也没有问题。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把帘子拉起来。洗完澡了，分享一下我的在这边洗澡的体验，配上一只小娃娃，好可爱。但是希望它不要跳过来，不然就不可爱了。然后刚刚这边就出现了一只大老鼠，我就十分的崩溃，跑到椅子底下就消失了。所以没关系，反正我今天就睡楼上，所以我相信它不会上来。来到这个半开放式的竹编房住宿，真的就是要来体验住在大自然之中的感觉。因为毕竟不是一般的饭店或是 villa， 所以呢，在房间遇到虫虫也是超级正常的。但饭店呢也会建议大家，就是一进房间就要把床的蚊帐给拉上，也可以用房间里的防蚊液跟精油，你喷在床上去避免蚊虫。但是呢，晚上还是会隔着蚊帐听到外面虫虫翅膀拍打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种住在野外的感觉呢。早安大家，现在是早上7点半，睡得其实还 OK。Thank you。哇，看起来超好吃的。我刚才想说，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表面上全部都是虫虫，然后我想说要怎么下去，看来他们早上会来清洁。好了，我的漂浮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现在去吃喽。那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我好冰哦！来去照片背后的真相。我很怕的。把早餐拉过来。哎呦，过很爽嘛你。它早餐好吃吗？看起来很厉害呢。来吃一下，还不知道。那什么酪梨酸种面包？对啊，跟培根，然后西瓜汁，然后还有一些面包、奶油，还有甜点。耶！体验一下吃漂浮早餐，而且应该是我吃过最华丽的漂浮早餐。之前都是那种圆圆的，然后小小的。这家食物算都蛮好吃的。真的超 fancy 的，它早上还特别带了一堆花，然后帮你放在这边。啾啾。今天要来进行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一个瀑布的净化仪式。那为什么会这么早来这个行程呢？就是因为如果到下午的时段呢，就会有比较多人。那我们现在是选了一个非常早的时段，所以我们就包场。那现在我们要去找的是一个高僧，它可以净化我的心灵。听说你只要完成这个瀑布的整个净化过程，你整个人会焕然一新。今天只有我会去，对不对？你不会。我在旁边拍你啊，因为他们说我比较需要被净化。对啊，我们直男动不动就是放空发呆，好不好？我们没有什么邪念，因为女生就会，他现在是不是在想什么？他是不是怎么样？他是不是觉得怎么？哪有你们男生误会的思想比较多，好不好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Welcome to Grill Beach Waterfall. Thank you. 现在要前进。Whisky 有跟我们说，就是你在巴厘岛这边会在很多地方的地上，或者是各个地方都会看到像这样，就是用叶子装满很多花，然后还有植物。我说那个是他们用来祈福的东西。Okay, and here the name Ratu Bagus. Ratu Bagus, the guardian up here, the guardian. You put here. 就这样，我们开始跟着祭祀的动作，一个神明接着一个的参拜，这是所谓的仪式感。走在这个地方，听着祭司的咏唱声，当下的心里真的会不自觉有一种非常平静的感觉。接着我们走进了瀑布的峡谷，感受到被潺潺流水包围。其实在印度教有非常多的神祇，所以在这里我们祭拜了保佑平安的神，保佑爱情的神，保佑事业的神，每一个神都有他自己的名字。我们念着神的名字，感受了他们的祝福。
明明早上还觉得有点浮躁的心情，在一次又一次的洗净过程后，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静，也感觉到自己被深深的祝福还有保佑。大叫把我困扰我的东西都叫出来，再来我要开心的跳舞。他说这样可以把正向的能量带到身上。虽然我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但抱持着一个开心跟开放的心情，我回想起那些平常让我困住的问题，那些日常的烦闷，但我想象它们成为了实体的样子，任由流水把它们从我的身体带走。一步一步的，我完成了最终的洗净仪式，也感觉原本沉重的身体轻了不少。整个瀑布的净化仪式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呢，我真的觉得你会感觉到身心灵的平静。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来巴厘岛？就是在巴厘岛这边有很多一些比较照顾心灵的，不管是瑜伽或者是这种净化仪式啊等等，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如果你日常生活中压力很大，或者是呢你平常很燥的人，真的可以来参加这个瀑布净化仪式。整装待发，我们现在要去上 Puppy Yoga 狗狗瑜伽。看大家在分狗了。 And welcome. And as you exhale, bring your left hand to the side. It's like you want to gently bring your right ear towards your right shoulder. 3 deep breaths. Spread your fingers down, tap your toes, and back to downward facing. Let's take one breath. Inhale. Exhale. Extend your hand. Now, your shoulder, your shoulders supposed to be away from the foot, so it's not. 上一秒平静。 To the floor and walk your hand. Come here. Close. 但是呢，非常的疗愈，然后这些狗狗是真的超级可爱，所以推荐。反正你要知道你来，你绝对不是在上瑜伽。但我觉得还是有多少伸展到，所以你觉得还是有伸展到，然后又可以跟可爱的狗狗玩。我是看大家都在跟狗玩啊，专注零，这么可爱，你看它的睡姿，看脚直接伸直，下次你们如果很喜欢狗狗的话，可以来。好的，我们差不多要离开了。然后刚才问了一下，说这些狗狗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附近有一个 owner， 然后反正他们好像是经营那个狗狗中途。他说这个瑜伽课程就只是把这些狗狗带来这边2个小时，然后2堂课，他们就会让他们回去了。像我们这次很幸运，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课程，所以狗狗都醒着，但可能到下一堂课，狗狗可能全部都在睡觉，所以他们就是睡觉也不会去吵他们，就让他们睡，不用担心狗狗们。我一开始看那个网络课程，很难想象说，这狗狗会跟你一起做某些动作吗？没有哦，就只是玩狗狗，然后顺便动一动，拉一拉这样。对，我们偷一只回家，带走带走。第一次看到有瑜伽课，那个学生完全舍不得走。好啦，瑜伽狗狗拜拜，拜拜。好了，那这一次的巴厘岛9天之旅，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大家如果想要看接下来内容呢，可以去我们的下一集。不用担心，大家这次绝对会有下一集，只要再稍等一下。那这次我来巴厘岛呢，我自己觉得全部的行程里面，我最喜欢的呢，应该就是瀑布净化仪式。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这一生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整个过程，还有那个心灵被洗涤的感觉。认真建议所有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平常没有地方可以宣泄的人呢，可以来参加这个瀑布净化仪式，然后在瀑布中大叫，得到解放。对，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呢，就是夜市。很多时候你就是到一个国家的夜市，你就可以吃到它真正最 local 的小吃。对，然后很感谢我们的导游 Whisky 带我们去体验了很多东西，没有他的话，我们真的完全不知道那个夜市要吃什么。总之呢，我觉得巴厘岛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小天地的一个地方。不管你是想要来这边作为游牧，还是来这边单纯度假玩，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体验。最后提醒大家，因为篇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的行程会跟奥拓官网上的顺序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呈现所有的行程，所以呢实际上还有更多好玩的行程。这次呢也很感谢奥拓给我们安心又自由的体验。大家如果对巴厘岛有兴趣的话呢，别忘记报名奥拓的半自助巴厘岛之旅，来个美好的假期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按赞、留言、分享，还有点个小叮当。我是滴滴，短暂的是爱拍片的话，还喜欢唱歌的金鱼脑，我们下集见喽，拜拜。
再见。 1、2、3。蜡笔小新，你给大家看你的背后，也是蜡笔小新，为什么？ polo 衫。对，我就从小就喜欢蜡笔小新，我连胸口也是刺蜡笔小新，觉得它很快又很好笑，直接刺在身上。